杰尔玛王国的城堡轮船中，山治漫无目的的游荡，看见了墙壁上一道裂痕，不知不觉想起了自己不幸的童年。永志嘻嘻哈哈的走过来和山治打招呼，没想到那个山治还活着，而且还做了海贼。山治看也没看永志一眼，低声说了一句滚。永志自顾说道，听说你拒绝了和夏洛特家的女儿结婚，废物根本没有选择权。看起来山治和家人的关系根本不好，两人根本没有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永志对山治除了鄙视就是嘲讽，而山治更多的是厌恶，甚至和家人说一句话都觉得恶心。山治点燃了一根烟，深吸一口后说道，没听到吗？我让你滚。永志突然一脚踢过来，那就试试用你的实力来让我消失吧。山治轻松躲开了永志的攻击，永志的脚下喷出蒸汽，而山治的脚下却燃起了火焰。恶魔风脚，画龙点睛，突击。山治一脚踢过去，和永志的脚对撞在一起，一时难分胜负。永志明显对山治的实力大感惊讶。路飞一行人驾驶桑尼号靠近了蛋糕岛的西南海岸。奇怪的是，刚刚路飞明明看到山治站在岸边，结果靠岸后山治却神奇的消失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布鲁克和佩德罗二人组成了历史正文拓印小组，驾驶着3号船坞的鲨鱼潜艇由水下偷偷潜入蛋糕岛内部，找机会将大马手中的历史正文拓印到手。路飞和乔巴、娜美、加洛特登陆蛋糕岛，对于吃货来说，这里简直就是乐园，到处都是蛋糕，空气中弥漫着奶油的香味。乔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吃了，路飞十分兴奋，娜美却战战兢兢。他现在只想赶快找到山治，然后迅速离开这里。毕竟这里是4皇的大本营，可不是什么4A 旅游胜地。路飞扯着嗓子喊山治和布林的名字，但是却无人应答。娜美赶紧捂住路飞的嘴巴，生怕被敌人听到。如果山治真的在这里，应该不会故意躲着他们吧？难不成是路飞眼花了？但路飞坚持自己的确看到了山治和布林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二人就不见了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岛上的森林被吹得沙沙作响。路飞和乔巴一同向森林方向看过去，结果清清楚楚的看到山治靠在一棵大树下。路飞和乔巴很高兴，大喊山治的名字。山治看到二人后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欢呼着跑过来，而是一转身，一溜烟的跑进了森林。路飞和乔巴没有多想，直接追了上去。加洛特和娜美也紧跟着追进了森林。4个人跑了一段路程，来到了一个全是甜点的拱桥。山治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娜美觉得事有蹊跷。但是另外3人已经被眼前无数的甜点冲昏了头脑，边流着口水边为走哪条甜点路而争执了起来。此时娜美依然保持着一颗冷静的头脑，命令3人绝对不可以分开，不可以离开自己身边。3人欢呼着向其中一条糖果道路跑过去。3人一路狂吃，早就将娜美的命令抛之脑后，甚至忘了他们是来找山治的。娜美只能在后面追着3人跑。3人的目的早就从寻找山治变成了寻找零食，四处都是数不尽的零食甜品，让3人越来越痴迷。只有娜美一直保持着警惕，这里是敌人的阵营，越是充满诱惑的地方越有危险。娜美下了最后通牒，我们低调的寻找一下山治，如果找不到就立刻掉头回去。路飞和乔巴充耳不闻，跑到桥下喝流淌着的蜜瓜果汁，然后又跑到甜甜圈做成的拱桥上玩。娜美站在桥上对着3人一顿训斥。这时拱桥下的果汁河流中突然浮出一个黑影，一个巨大的鳄鱼冲出水面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直接将拱桥咬断。好在路飞反应极快，呼唤大家赶快过桥，随即抱着娜美和加洛特、乔巴一起跳过拱桥。加洛特手上放出电击，随时准备出手，要干掉他吗？路飞不。大鳄鱼一边大嚼拱桥甜甜圈，一边用小眼瞥了一眼4人，嘀咕了一句什么嘛，原来是人类。接着鳄鱼拖着巨大的身子直愣愣地走了。娜美惊呆了，因为这只鳄鱼太奇怪了，它戴着小帽子，穿着背带裤，直立行走，还能说话，根本不像一个野兽，更像是一个穿着鳄鱼皮的人类。这个森林太古怪了，又古怪又危险。娜美觉得应该尽快退出森林，听布林的话，等在岸边。然而进来容易，出去就不容易了。娜美惊恐地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路飞的前面站着另一个路飞。路飞愣住了，其他人也愣住了。这2个路飞一模一样，行为动作、拉扯皮肤的能力都完全一致，完全就是路飞的复刻版，根本不是别人能模仿出来的。细心的乔巴发现了一个细节，那个路飞身上的伤疤，地上的影子与真正的路飞是左右颠倒的，看起来就像是路飞在照镜子一样。这时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大家突然发现山治就靠在旁边的大树上，一边吃着棒棒糖，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娜美3人和2个路飞，好像是一个正在看戏的观众一样，十分悠闲。加洛特伸手呼唤山治，山治跳起身，跳下大树又溜走了。路飞想要追过去，但是面前这个镜子路飞就挡在前面，自己无法前进半步。气得路飞和镜子路飞大打出手，两人出的招式也一模一样，路飞根本摆脱不了眼前这面镜子，只好让伙伴们先去追山治，
自己先处理眼前的窘境。乔巴和加洛特追了上去，纳美放心不下路飞留了下来，提醒乔巴和加洛特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千万不要走散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路飞气在头上，青筋暴起，让纳美不要管自己，跟着乔巴去追山治，自己一定会打败眼前的家伙。纳美领了命，跟随乔巴后面。路飞和镜子路飞大打出手，但是两个人出招完全一样，根本没有谁输谁赢。看起来路飞的的确确就是在跟一面看不见的镜子在较劲。纳美三人追着山治跑过一片棒棒糖田野，结果又把山治跟丢了。三人继续向前跑，结果身体整个被埋进地里，只留出个巨大脑袋的奇怪大叔。他的脑袋有小山包那么大，看起来应该是个巨人族。乔巴好奇地走过去询问那个人怎么了，结果这个家伙一脸的痴呆样子，答非所问，不知所云。末了，他告诉乔巴是自己自愿埋起来的，气得乔巴破口大骂：“你是傻叉吗？”纳美走过来将乔巴劝走，这个巨人一看就是精神病，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。纳美带着乔巴和加洛特一起绕开巨人，巨人在后面不断的喊道：“我要喝果汁，我超级喜欢喝苹果汁。”乔巴吼道：“谁要管你啊？”纳美：“无视就好了。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山治。”纳美可不想和这个诡异森林中的任何一种生物扯上关系。纳美低语的声音不巧的被巨人大叔听到，大叔告诉他们，自己刚刚正好看到一个人经过哦，只要纳美他们能帮助自己把好喝的苹果汁盛过来，自己就告诉他们刚刚那个人跑去哪里了。纳美三人根本无视他，这种疯子说的话没有什么参考价值，还是离远点为妙。三人没有搭理大叔，继续前进。这时，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出一阵轻轻的响动。加洛特耳朵很灵敏，立刻警告跑在前面的纳美和乔巴：“小心，有危险！”纳美和乔巴一愣，草丛中猛然冲出一个骑着白鹤、戴着礼帽和斗篷、手持长枪的兔子。加洛特立刻冲过去，将乔巴和纳美扑倒。骑白鹤的兔子挥动长枪，将旁边的大树直接拦腰斩断。大树惨叫着倒地，加洛特手中释放出电击，准备和那只兔子干一架。纳美意识到有些不妙，拦住加洛特。三人继续向前跑。兔子看着三人离开的背景，嘴角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加洛特告诉纳美和乔巴，那个兔子刚刚带着杀气，实力很强，而且它不是毛皮族。乔巴一愣，难道是能力者？三人跑了一路，停下脚步喘口气。纳美建议还是赶回路飞那里，趁着现在还认识回去的路。这个森林越发让人觉得脊背发凉。乔巴担心山治，纳美随即提出了关键的问题：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山治，他为什么话也不说掉头逃跑？我们几个人遇到危险了，山治怎么可能不出来救我们呢？乔巴恍然大悟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观众都要急死了，刚看到那个假山治第一眼的时候，观众们就已经知道了，好吧？亏你们还是朝夕相处的伙伴。纳美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记录指针，发现3个记录指针都在疯狂的乱转，已经失效了。森林中树上的钟表也在胡乱摆动，在这里连时间也没有了，黑夜迅速来临，迅速消失。整个森林里，在纳美等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花草树木都活了过来，低声吟唱着恐怖的歌曲。戴着礼帽的兔子骑着那只白鹤，很快就要追上纳美三人了。加洛特几个后空翻，一脚踢过去，释放出的电击击中了白鹤。加洛特对兔子出手攻击的时候，兔子用长枪将加洛特的招式挡了下来。加洛特急着逃走，一招电击电晕了兔子的坐骑白鹤，随即转身开溜。礼帽兔子、大妈海盗团杀手、鹤骑士、兰道夫将手中的长枪直接甩向了纳美三人，长枪化作战轮，高速旋转着冲过来。乔巴带着纳美轻松躲开，加洛特也敏捷地闪到一旁，旁边的长枪高速划过，噗呲一声插到了前面那个身子埋进土里的巨人大叔脑袋后面。大叔惨叫一声，纳美三人没理会大叔，直接从旁边绕过去，继续向前逃走。前面就是棒棒糖田野了，穿过棒棒糖就能找到路飞。这个神经病大叔倒是有点作用，至少是一个很具标志性的路标。路飞这边还得和另一个自己互殴拳头。纳美等人跑过来，就让路飞一起溜。现在应该赶快逃出这个奇怪的森林，回到海岸上。再待下去，不知道还会中什么陷阱。路飞答应一声，不再恋战，跟着纳美等人就跑。路飞一跑，他那个一模一样的自己也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跑去。四人跑着跑着，终于看到了断桥，那是之前大鳄鱼咬盾的地方，只要跳过去就能看到出口了。乔巴带着纳美率先起跳，路飞和加洛特紧跟其后。路飞突然说了一句：“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我。”没等路飞说完话，他自己就把自己的嘴巴捂住。“你在说什么呢，路飞？”没什么。路飞含糊地回答一句，落地后跟着乔巴和加洛特继续向出口跑去。在几个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森林的植物正在缓缓地移动。纳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森林的黑暗处正在发生什么。4个人以为再往前跑就能看到海岸了，希望在即。结果让他们惊恐的是，当他们奋力跑了半天之后，却看到了之前那个身子埋进土里的奇怪巨人大叔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明明是这条路没错呀！巨人大叔也很惊讶，你们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看来是舍不得我呀，不如把插在我头上的东西帮忙拔掉吧。4个人哪有心情和这个大叔在这里扯淡？娜美大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大叔表示很无奈：“我根本连动都没动，是你们自己跑回来的。我就看着你们在这里跑来跑去的，十分快活。”
娜美表示根本不信这个邪，四人原地掉头继续奔跑。跑了一段路，意料之内的看到了棒棒糖田野。穿过棒棒糖田野就是断桥，跳过断桥应该就是森林的出口。然而在前面等着娜美四人的还是那个猥琐的巨人大叔。你们又回来了呀？娜美懵了，明明只有一条路啊！干，彻底迷路了。娜美跳下桥吧，指着路的方向说道：“沿着这条路笔直的。”我靠，什么情况？娜美傻眼了。在几个人的后面，娜美看到了十分吓人的一幕，那些花草树木居然都活了过来，正在悄悄地移动自己，堵在路上。原来从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什么路，整个森林都是活的，不只是花草树木，就连地面都是活的。因为整个森林一直在不断的运动，将道路不断变化，所以才会给娜美他们造成迷路的幻觉。这到底是个什么鬼森林，在这跟我们玩密室逃脱呢？关键问题是，为什么花草树木、土地都是活的？你们终于发现了呀！娜美身后的路飞突然抱住娜美，将娜美锁住。娜美一愣，转头看到路飞的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。这里是诱惑森林，进来可就出不去了哟。娜美，そいつルフィじゃねえ。路飞的身体随即拉得好长，变得又高又丑，好像女巫一样的老太婆。小巴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女巫呵呵一笑：“我们可是一直都待在一起呢，这么快就不认识了？你们是逃不出这个森林的，永远也出不去，到死都出不去了。”女巫，夏洛特家族第8个女儿夏洛特·布雷，她的脸上有着一条长长的伤疤，样子十分惊悚。她伸出自己那长得像刀子一样长长指甲的手，抓向娜美。看到漂亮的脸蛋，我就想把她们都毁掉呢。娜美的尖叫声划破了整个恐怖的诱惑森林。我是节目君，咱们下期见。